好，赶快来看到的是军事消息，歼36正式的官宣了，是空中加油机这一次实锤剑指的就是第2岛链哦。另外，等一下会来看到这个小档案的部分，也就是歼36它的一些战力哦，3发的无尾翼猎杀美军。那美军的部分现在有 F-47还在造。已经甩开了美国空优1个世代，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深度的剖析。先来看到大陆的6代机从不能说的秘密，现在呢是不是走到台前了，来到了官方的镜头？因为呢，我们今天最新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军方，也就是它的官方账号。中国军号，它最新发布了一段影片，首次捕捉到了歼36的一个最新清晰的影像。那画面中呢，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的是3具的发动机、无垂直的尾翼，还有大型融合翼身的设计。神秘战机直接从运20旁边给掠过去了。那在这一段影片当中，军方呢把给小六加油写进台词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个加油机当中已经可以协助歼36做这种长程而且高续航力空中加油的能力了吗？这会不会是歼36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呢？我们先来看一段最新影片。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官方公布的最新歼36的影像哦。那么我们也看到专家针对了这些片段来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呢，歼36如果能够在具有这种3具发动机跟有空中加油机一起支援之下的话，代表它接下来是可以长时间滞空做飞行的，也就代表它的作战半径会不断的延伸，从原本是比较近海的部分，现在到了第2岛链，甚至未来深入到西太平洋地区去了。好，我们也来看到歼36它的3大特性，等一下将军会有比较深入的一个战力分析。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几个小档案。第一个，它的3具发动机可以支撑大型的雷达电子战系统。第二个就是它无垂直的尾翼了。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歼36它有取消了它的垂直尾翼，减少雷达反射，也就代表它的逆踪能力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最后呢，它有的是大型融合式的双三角翼，可以提供更大的一个内部空间，里面呢就可以装更多的一些不管是燃料啊、大型武器、雷达感测器、电子设备等等，有利于它未来提高航程哦。所以呢，换句话说，歼36的设计哲学不是传统的我们知道的这种极限战机的狗斗了，而是追求它未来可以看得更远，并且飞得更远、飞得更久，然后指挥更多无人机，也就是在敌人都还没有看见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可以锁定敌人，然后做远程的打击。代表它未来的攻击范围已经可以延伸到西太平洋地区了吗？3大设计有没有什么战力特别值得拿出来看解析的？张将军怎么看？要发展一个新的这个飞机战机，你要想的是它的任务定位是什么，你要从事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再设计这个飞机。那这一个歼36，我认为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飞机大，3个发动机，你3个发动机，你能不能打推力干嘛？我就是大啦，我就是大，我要载弹量大，我的载油要大，我的2个发动机是不够的，我要3个发动机。那我这个3个发动机，飞机又更大。好，那飞机更大的话，你这个又要强调逆中，又要飞机更大，那要从事什么？我就要跨第1岛链，可能在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因为我够大，我油载的够多，我飞得够远。那你要从事的什么任务？我认为它定位逆中轻型轰炸机。你看它的3角翼那么大，它3角翼是从哪里开始？是从你座舱的飞行员坐到座舱，从后面开始延伸，一直到整个机尾，全部是3角翼。3角翼一般来讲是1/3。你注意看那个幻象战机或者是其他的飞机，都是大概1/3，然后再拉3角翼出去。机头在前面，没有，它从一离到座舱罩就开始变成大3角翼。增加升力，载弹量、载油量才会大。所以它任务特性，我认为是定型这个轻型的。再来第2个，它3个发动机干嘛？那我发电量就够，我发动机3个，那我发电机就有6个发电机在发电。1个发动机带2个发电机，你3个发动机就有6个发电机。那你在那么多的发电机要做什么？电的话，就第一个，我给雷达，所以雷达一定看相位之内，一定看得非常远。我电力够啊，我电磁波可以打得远啊。第2个，我电站系统特别要强化，因为打仗将来一定是电站。没有电站，那电站你要靠什么？靠我知道我的功率，我的电够啊，我6个发电机耶，在发电呢，够绝对用。
那我的电场这个绝对可以出去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中自卫的功能出来。所以电站跟雷达是它的特色。我把3个方面，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它这个每一型呢，因为它这个出来是第5架原型机，每一个构型都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它的你注意看起落架是前后串列，现在变成左右并列。它为什么这样收？它这样收起来的时候，才里面的话，它才可以减少它的这个面积，它就变成小，因为它就变成我们讲到的变成并列型了。一收起来的话，整个轮子就在里面，不用搞得那么大那么长。你注意看，它都在调整它的气动力，跟它的飞机空气动力中心跟飞机的重心不一样。这2个跟飞机的俯仰操作跟它的这种空战动作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个歼36要不做这个狗咬狗的这个近战格斗没有，因为它太大不适合。那上面挂的绝对都是超世纪的远程空对空的飞弹，或远程空对地或空对舰的飞弹，是要这样来打的，都不是我们所讲的想到传统的战争。那现在它既然是不要去空中格斗，那你这个逆中战机是做什么呢？所以我把它定为轻型逆中轰炸机，是这个样。那将来的话，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生产的速度快，我认为它这个5架原型出来啊，就准备要定型了，就要开始做量产了，那量产的话，批次量产跟全量产，我认为第5架完毕之后，可能第6架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批次量产的飞机可能就要出来了，不会说我原型机做那么多，那你还没完成整个作战的部署啊，那你这样的话，你所谓为何？我认为第6架开始，我再判断大胆的判断，第6架就是批次量产的第1架。好，所以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歼36它的技术上面的升级，刚刚张将军帮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可能未来第6架即将要量产。那其实呢，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是5架嘛，其实这些原型机曝光之后，我们看到它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仅用了19个月的时间。那么从第1架的2024年12月底到现在，已经是有5架了，而且它不断的升级做测试不同的版本。那改进的方向包括了有它的进气道啊、起落架、尾喷口、机鼻、控制面等等。快速修正的包括了它的逆中设计的能力就变得更好，而且气动性能跟飞控系统跟发动机的整合能力也都有提升。尚志哥怎么看？代表说距离成军已经越来越近了吗？好，这次大家看到的时候是在大陆被昵称它叫做南6，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成都这边的话是南方，另外的话在沈阳部分是北方，都是第6代这样研发。那南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歼36的这个部分呢，已经具体看到，在2年之内，我们已经看到五架原型机。那这次其实引起国外媒体讨论最多的，其实就还是它的，特别是因为它是3发动机，如果刚刚前面将军所讲的，但是在这一次具体看到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原型机当中，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有军用涂装。通常来讲，你有军用涂装的部分，表示已经在测试你这个隐身逆中功能这个蒙皮，就已经在这个涂装都已经在测试这个逆中的实际状况了。除此之外，这一次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矢量喷口，因为过去来讲，它早前几代出来的时候，这原型机的时候，因为它是无尾翼哈，所以这次它的气动布局，在国外评论就是说，哎呀，通常这种无尾翼的部分呢，它的这个垂直啊，或它的这个怎么推进功能、转弯功能啊，各方面啊都会比较差的。结果这次出来之后，大家的是大傻眼，尤其是国外方面。而且在这次看到的，包括中国大陆评论里头，有强调它现在包括有垂直转弯，包括高速当中360度回转都能够轻易做到哦。而且要知道，我们在对比现在说，就是现在以美国当中的 F-22来对比 ，F-22大概能够飞的高度大概是19800。这个800米，但现在在推估现在这个歼36能够飞高达25000米以上哈，所以当然这些都是数字推估啦，就表示说现在这个战斗能力真的很强。那大家特别注意的，我要讲说，不是我们现在只看歼36，我认为大家如果要观察中国大陆，包括歼36的发展，应该要看最近8·1，因为是8·1是中共解放军的建军节，所以在此前后呢，在官媒里头出现了有6集的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制胜系列，他把火箭军、海军、空军，第4集就是空军，这里头非常非常完整哦，而且这里头有包括从不同的空军单位。
它的雷达军，然后包括它的空军，包括它的维修，从他们包括士官长，包括一些老军官的部分的角度去看在每一个军种当中最新的状况。我要讲的重点是不是歼36单兵多强弱？刚刚其实将军所提到的，中国大陆现在体系化作战，以空军来说，我看到在智胜里头提到，他什么？他们现在思考空军是干嘛？我不是说我的飞机跟你在几架缠斗，现在最重要的就最短时间之内把你击落击沉。所以这个体系化作战来讲，以歼36在这个大体系里头，因为它很强嘛，大家都知道，现在它可能陆基当中，它也可以从中间起飞。现在预计第一岛链台湾甚至逼近第二岛链，它不一定要舰载。而现在歼36当然也有发展舰载，如果跟航空母舰一起走，那基本上可以打到美国西岸都没有什么问题了。而且它等于远远的逆中的情形之下，在最快锁定，然后包括跟侦察机、空中侦察机一起整合的时候，最短时间看到你就可以把你打下来。它不一定要飞过去跟你缠斗嘛，而且它现在如果还飞到高空中，已经飞到快要接近太空了，在这个地方发射，你根本他们很多雷达是扫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歼36不只是它现在功能多么强，然后一代一代原型机推出，而且即将要服役了，因为已经在测试涂装了哈。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空军体系化作战里头，无论对台两岸，或者是中美最后中美日最后的对决的时候，它会在这个空中体系化里头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这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歼36，中国大陆整体的体系化作战，这个威胁性已经从近海一直延伸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甚至到美国的西岸去了。面对于这样的威胁，现在美国怎么做呢？我们也来观察一下目前美国 F47，也就是它的6代机的发展到底进度如何。其实呢，目前波音还在打造它的第一架原型机，那它的说法是最快2028年首飞，但是美国国会议员说，没有办法那么快啦，应该是要等到2030年的中期才有可能来首飞。那也代表说，美国如果真的是2030年的话，代表美国近10年是没有6代机，那它接下来怎么办？它就是要来继续依靠它的 F-22、F-35跟它的老化的 F-15跟 F-16。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现在最大的问题还要面对的就是它一直在挑战它的下一代发动机，也就是 F-47的核心技术，他们要赶快把它研发出来，因为到现在还不够成熟。如果要换它现在只能先用旧的发动机，但是如果未来要换新的发动机，其实这当中又涉及到许多的重新验证的一些技术，又是另外一个麻烦。所以我们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如果 F-47要到国会议员所说的2030年中期才能完成，那这空窗期，中国大陆的威胁会一直扩散到甚至第一、第二岛链，在空中力量会完全的改变整个空中战场吗？甚至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制空霸权吗？介大使怎么看？对，这两个都是假设，都是肯定的。第一个，因为中国大陆必然会取得优势。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挑战美国在这个动摇美国过去传统在印太这个地区的空中的优势。因为任何战争啊，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你有强大的攻击力，你可以牵制这个敌军敌军非常多的战力，而且他会要反守，反攻为守，他要花到更多的这些资源跟布局啊。所以这一款这个歼36事实上的话，它照目前的预计，它会比美国的这个第6代战机起码超前5年服役，这个5年就会造成美国很大的空窗期。那这个领先5年会造成整个这个印太区域的这个空中中美两军空军的这个优劣这个态势。那因为这个歼36事实上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它的特性那么现在很清楚的，一定会重塑未来的空战的一个规模这个规则，而且会改变这个中国空军跟这个敌对空军的一个力量的对比。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款歼36它的作战半径是3000到4000公里，它直逼第二岛链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第二个，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特色它是一个怎么样全面隐身，而且有一个超大弹舱的一个飞机。那因为它没有这个尾舵尾翼事实上它的那个折射面积就变小了，所以它的隐身效果会更强。然后它是这个
这个机身哈三发的一个这个飞机啊，所以它的机身也比这个传统的战斗机啊大非常的多，所以它的载弹量也会增加很多。所以全面隐身再加上超大这个弹仓，这是它的很大的一个战力资源。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它的电力非常非常的强大。那它可以作为一个空中战力的空战的一个指挥中心，是除了它本身的有先进的传导以及 AI 设施以外，它还可以指挥所谓的中程僚机跟它一起作战。所以这一款飞机出来是绝对会改变这个整个印太区域中美两军在空中的战力的优势。好，谢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